片刻之后，林婉儿便看见一位身材高挑纤瘦、容貌美艳之中带着十足英气的中年美妇人迈步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的人，林婉儿都知道，一个是叶家多年的大管家唐四海，一个是那日在清照庵见到的贾师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年轻佛学大师景清法师。那么这个美妇人又是谁呢？林婉儿只觉得对方多多少少有些眼熟，但乍一看却又不知从何忆起。活得太久，好处很多，坏处也有。除了烦心事更多之外，这一生见过的人、听说过的人太多太多，对记忆力实在是个考验。普通人活几十年，就算再能社交，真正认识的人也不过几千人，惧怕社交的认识的人则更少。林婉儿从10几岁开始，不停更换地点，变换身份，认识一批又一批人，时间轴纵贯300多年，记忆库中的人脸多不胜数。而安承熙对他来说，不是真正接触过的人，只是间接或者被动地看到过一些他的相关介绍，所以一时间也对应不上。安承熙知道林婉儿的时候，叶晨甚至还在金陵福利院生活。他从破青会内部一些反对之士那里得知了破青会的很多机密，其中就包括一直被吴飞燕列为第一追杀目标的林婉儿。只是他以前不知道林婉儿长什么样，一直到林婉儿出现在叶晨身边，他才注意到这个特殊的女孩子。但是起初他也不敢确认，直到后来当林婉儿陪着叶晨去10万大山的时候，他才真正确定这个小女孩就是吴飞燕找了300多年的林婉儿。虽然他前段时间就已经看到了林婉儿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但这一次真正与林婉儿面对面，安承熙不知怎的，忽然从这个少女模样的女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威压和气场。他知道自己不能被林婉儿的表象误导。林婉儿一个只有16、17少女模样的弱女子，在吴飞燕的极力追杀下，还能在变幻莫测、险恶多舛的近现代安好无损的活了将近400年，绝对是个极其了不得的女人。安承熙来到林婉儿面前时，林婉儿面带微笑地看着他，虽然心里有问题，但却并没有先说话，而是指着对面的蒲团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面对邀请，安承熙还以微笑，没有立刻坐下，而是非常尊敬地开口道：林先辈，初次见面，晚辈向您做个自我介绍，晚辈名叫安承熙，是叶晨的妈妈。听到安承熙3个字，林婉儿古井不波的脸上微微泛起涟漪，她心中确实震惊，却也没有震惊太久。人吗？活得越久，见得越多，而见得越多，能惊扰他道心的事情就越少。对林婉儿而言，别说安承熙还活着，就是明天在哪儿窜出2头活着的恐龙来，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无法理解的，以为这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人是他自己。于是他淡然一笑，微微颔首说：原来是叶夫人，那这一切便都说得通了，快请坐吧。安承熙点点头，面色恭敬地在他面前盘腿坐下。2个聪明绝顶的女人第一次面对面坐在了一起。林婉儿打量安承熙，安承熙也看着林婉儿，跨越几百年的对视，几乎如出一辙的命运，令2人心中都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林婉儿率先打破，看着安承熙微笑说道：小女子久仰叶夫人大名，今日得见，实在是3生有幸。安承熙谦逊又不失尊敬地说：林前辈您客气了，其实晚辈早就听说过您，也一直对您钦佩有加，只是连那吴飞燕都找不到前辈，所以晚辈也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和前辈您见面。林婉儿笑着说：小女子的身份和背景，即便在破青会里也极少有人知晓，看来叶夫人这些年对破青会的渗透工作做得很好。安承熙微微笑道：其实渗透工作推进是很难的，核心层里3大长老、4大伯爵都被修为和解药双重捆绑，晚辈渗透不到他们的层面，也一直不敢尝试渗透，
生怕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不过晚辈这些年倒是从吴家人中找到了几位有心脱离吴飞燕掌控的义士，他们倒是帮了些忙。林婉儿惊讶地挑了挑眉，饶有兴致地问：叶夫人胆识实在过人，竟然选择直接从吴家人身上找突破口，这另辟蹊径的思路属实令小女子钦佩。安承熙谦虚地说，其实晚辈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从过去很多年的历史中分辨出一个道理，那便是当人作为个体时，有纯粹的好与坏，但随着人组成群体，并且群体数量越来越多时，就很难再保证这个群体是纯粹的好，或者是纯粹的坏了。换句话说，晚辈觉得，只要群体基数够大，那再好的群体里也会有害群之马，再坏的群体里也会有正义之士。就像二战的法西斯阵营里恶魔众多，杀戮无数，但他们中也有弃暗投明的人。美国在种族隔离期间，歧视有色人种的白人那么多，也有白人会与有色人种成为真心朋友。这证明环境的影响和控制力再强大，也不可能100%掌控所有人的思维和三观。概率学的理论说，概率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和底色，所以晚辈觉得吴家人在吴飞燕的庇护下蓬勃发展了400年，子孙多到要像古代分封制那样分封出5军都督府，如此大的体量，就算绝大多数人都是吴飞燕忠心不二的走狗，也一定会有几个人对吴飞燕和吴家的做法心生不满。那晚辈只要找到这些人，就等于打入了敌人内部。林婉儿眼睛睁得老大，惊呼：叶夫人的思路果然不同凡人，令人茅塞顿开。安承熙自嘲着说，晚辈藏了20年都没被手下人之外的任何人察觉，但几次行动就在前辈面前暴露了马脚。跟前辈的智慧相比，晚辈不过就是些小聪明罢了。林婉儿摇摇头，有些懊恼地感叹，小女子所谓的智慧，一直以来都用在了逃避上，叶夫人却不一样。叶夫人把自己的智慧用在了反攻上，只这一点就比小女子强出太多。